清风观弟子陆晨，依例上香。不对，我不是在清风观吗？怎么一眨眼到学校了？在这个世界，香火竟是沟通神明、触发赐福的规则。这个世界的规则竟然是这样。前世我在清风观长大，礼仪、供案、典籍、规矩都是日常。这个世界没人知道道士，别人只懂照规矩供奉，可我前世懂这些礼相门道。这么说，这门手艺在这个世界可能真能派上用场。陆晨，你干嘛呢？他好像和元神关系不浅，周围的目光也变了，麻烦味儿也来了。陆晨，你脸色不太好，没事吧？没事，刚才走神了。若仪，你跟他这么熟啊？盯够了吗？好被噎住了。陆晨，你什么意思？有事说事，别在这找存在感。我懒得跟你废话。好了，校门口这么多人，别闹了。我刚才就是想提醒你，马上噬神度大比了，你真的得抓紧。0.5%，难怪。你之前的噬神度只挂在文昌帝君那边，再不提升，大比会很吃亏。若仪，你就别操心了，他想提升也得有钱啊。我说错了吗？一炷最普通的香都得100块，一炷100，你真打算硬撑？行了，申浩，你不是说送我去神庙吗？走吧。好，我车就在那边。陆晨，那下星期见。噬神度的事别太硬撑。下星期见。若仪，你今天拜哪个神行啊？文昌道君，我打算今天把噬神度提到3%。那你准备多少香火钱？5000。那没准真可以。这个世界，连门槛都先看钱。5000。刚好，只够一炷香。车就算了，香钱不能动。元神1个月没吃过肉了，眼下最急的不是分数，是先活下去。按这个世界的规则，先求一个能翻身的机会。至少，先吃顿肉。原来在这里，连供奉都有门槛。下一位，记住。够了，就一点点，钱只亮了一下。那我也试一次。不，再加一炷。怎么会？怎么还是没回应？下一位，记住。有人笑，有人哭。这哪是神庙？简直是赌场，难怪像赌场。5万香火，财神殿一次回应都没给我。5万？他噬神度2%都没用，刚才还有个3%的，也空手出来了。我把能加的供奉都加了，怎么连一次回应都没有？再加10炷，这次总该有回应了吧？我买的是连供党，让我先拜。 5万都没动静，我这一炷普通香，混在人潮里根本不起眼，都在抢热门神。普通人烧5万，有钱人只会烧得更多。财神殿香火这么旺，凭什么先看见我这100？冷清香炉里一缕烟最显面，热门神香火旺，不缺普通供奉。可冷清神龛才可能注意到这一炷香。我不跟5万抢财神，我要让这100块被看见。我不如
稍稍冷灶。快点儿！赵财神殿今天又排到门口了，人都排到殿外了，大家都说这里最灵。人越多，机会越少。我现在式神度低，财力也低，跟热门神位抢香火抢不过。他们拜最热的，我就找最冷的，烧冷灶。在这个世界，别人不拜的正统神位，也可能藏着机会。可我要找的，不是这些香火正盛的神位。难道没有偏殿？烧冷灶这条路被堵死了？拜财神当然拜赵财神，别的还能有谁？后院，原来都藏在这里。真的有？看个地图也能看激动。柴荣后周世宗，在这套神明谱系里，他对应中路财神、地财神，别人忽略，我不能忽略。就决定是这尊神位了，君财神。基础香1份3支，100。拜哪个神？君财神柴荣。你说谁？后院，君财神柴荣。君财神后院那个，平时真没几个人去吧？这名字几年都没怎么登记了，你确定？确定。后院走到底，别走错了。多谢。100块挑后院冷位，图什么？陆晨，你也来祭拜？求点财运。求财？就你？宋浩，别这么说话。不是吧？你就买这3根？基础香吧，一份才100，求财还走最低档，难怪别人不看好。香不在贵，在诚。成？按这庙里的说法，前殿每天那么多人，你拿3根基础香，凭什么觉得自己有机会？陆晨，你是不是买错规格了？赵财神殿今天人很多，你拿基础香过去，可能会被人挤到后面。我不拜赵财神。不拜赵财神，那你拜谁？君财神柴维，陆晨，你真是个人才！真是后院那个君财神。谁求财不去前殿啊？100块还挑个最冷的神位，选。我不是说他不行，只是大家一直都往前殿去，后院几乎没人走。你确定吗？听见没？连若依都劝你，前殿那么多人不去，花100块挑个没人听过的君且神，这是把自己送上笑话台。我就说嘛，几年都没怎么登记这个神位了。陆晨，你不会真觉得全神庙就你看得明白，别人都不懂吧？宋浩，够了！你们都说君财神不值得拜，那我问一句，你们试过吗？这平时也没人往后院去啊。废话，他要是真……即便是冷门神，也不是一个凡人能议论的。君财大人，委屈您了。神位再冷，也该有人敬。炷香神咒起，道由心学，心甲相传，遥达9天。一遍不够。炷香神咒再起，道由心学，心甲相传，遥达9天。难道请不动？咦，竟有凡人祭拜本君。大人，多年了，终于有香火进咱们殿了。凡间竟还有人祭的本君，此香能寻古礼直达本殿，不是寻常祭拜。此人懂得失传的通神礼。大人，可要下阶一关？且让本君看看。看来一次还是太奢望了。君财大人，小子下次再来叨扰。站住！君财大人，是您？不是本君还能是谁？小可陆晨恭迎君财大人。本君不食人间香火多年，没想到今日还有凡人祭的本君。后生，你今日祭拜本君，可是为求财？是。世人求财多半先拜赵财神，你为何偏来这荒冷后院？回君财大人，世人多随香火热闹，却少有人记得您的来历。您本名柴荣，后周世宗，兴商富民，百姓尊您为柴王爷。按神位，您为地财神，中路君财神。求财拜您，何来拜错？
一炷薄香求的是财，先修的却是本君神龛。后生，你倒不像寻常求财之人。神位再冷，也不该被世人遗忘。神位再冷，也不该被遗忘。你既有诚心，又知本君来历，本君便赐你一桩机缘。今明2天，你自会财运亨通，五福临门。多谢君才大人赐福。不过，你看着不像大族世家之人，为何懂得这等古祭礼？回大人，那套炷香旧礼是祖上传下的残篇，小可只是照着礼数试了一回，还好他看不穿。原来如此，你祖上倒也有些渊源。福缘已赐，你可以回了，记得日后前来还愿。小可明白，万谢君才大人，恭送君才大人。成了，这个世界的规则果然和我推算的一样。君才大人，陆晨记下了，日后定来还愿。快看，后院下金雨了！这是庙里记载过的神迹反应，有人触发回应了。不可能是他吧？该不会真是陆晨？他就一炷香，这也行？这怎么不行呢？陆晨，刚才那金雨真是你触发的？按这座神庙的规则，算是得到了君财神回应。小哥，你拜的是哪位神位？是不是赵财神？快跟大家说说。不是赵财神，是后院的君财神柴荣。就是刚才那个冷门神位，早知道我也去后院看一眼了。各位若按庙里的规矩了解，我不拦，但结果如何，我不能保证。这里看的是规矩和心念。工作人员，后院君财神的登记流程怎么走？陆晨，真是你？不可能，我不信！一炷香，冷门神第一次登记，你凭什么能成功？那这个呢？这张纸币也是刚才的反馈。这次反馈确实来得有点突然。我知道了，你是蹭了别人的金雨，你算准若依会来神庙，故意演给他看，对不对？你开心就好。宋浩，来神庙是我提的，金雨是所有人看见的，你不服可以，但别把别人都当傻子。这都不认，也太说不过去了。恭喜你，陆晨，没想到你第一次就成功了。侥幸而已。你和君前神这么有缘，视神度肯定有变化，快去测一下。正有此意。你要检测视神度？麻烦帮我测一下与君财神柴荣的视神度。好了，催动神力。陆晨，别装了，谎言在数据面前藏不住。0.5%，这么低？学生主卖文枪，才这点儿？有什么奇怪的？他本来就是我们班吊车尾。刚才那场金雨，8成也是他吹出来的。吊车尾拜冷门财神，谁信？君财神的数据呢？第一次祭拜新神，采集会久一点。别急，怎么要这么久？机器坏了？哈哈，不是机器坏，是他根本没有视神度。冷门神像果然还是不行吧？数据都出不来，能有什么灵验？放屁！没有视神度，系统早报无了。就你聪明。服务标准挺统一。出来了！5%，第一次祭拜冷门财神，5%。我在这干5年，头一次见这么变态的提升速度。本以为撑死2-3天，竟然是5%。多少？5%？君前神柴荣的香火还有吗？给我来一份，我也要，就是刚才那个冷门财神。小伙子，这成绩放眼江东市都罕见。赵氏神庙有特殊嘉奖条例，5000块奖金，签个字就是你的。谢谢。应该的，以后常来赵氏神庙祈福。这么一会儿15000到手，普通人2-3个月的收入，难怪那么多人拼命祈福，收效太快也太猛。记得以后多读点书，你不知道的神仙多了去了。终于能给家里买点肉了。陆晨，等等，又怎么了
5%的式神度，足够笑傲全校，老师看到都得傻眼。那就让他们傻一会儿。你刚才没测就知道自己没到3%，靠这个？星海集团新品，30%以下都能测。多少钱6万3。小富婆。谁小富婆？我家还没晋级新贵呢。别打岔，你刚才那么有信心，是不是用了什么特别办法？真没有啊，大姐，我就一炷清香，正常流程。你叫谁大姐？好，妹子，真没有。正常流程能让冷门财神第一次就5%？君才柴灵的香火还有吗？给我也来一份。第一次就5%，这冷门财神真这么灵？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家。下星期一见，大赢家。终于可以买肉吃了。小陈回来了，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张阿姨好，今天运气好。这地方又破又挤，租金却能吃掉妈整个月工资。秘密不能说，可这个家我得护住。哥，你回来啦！开门，哥带好东西回来了。小陈，今天怎么这么晚？臭小子，你不会乱花钱了吧？肉？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肉？你猜对了吧？今天我去祈福，成功了。成功了？加上神庙奖励，一共1万5。我儿子真出息了，赚了点钱就买这么多肉，臭小子大手大脚。爸，肉好，婉婉好久没吃肉了。放心，以后咱们家天天吃肉。真的吗，哥？真的。送你的。谢谢哥，哥最好啦。今晚就做红烧肉。我给你妈打下手。前世没尝过家的味道，这一世谁也别想让我再穷回去。好香。以后有钱也不能飘，知道吗？知道。你也吃，今天你最该吃。妈，这5000你收着。不行，你学考要提高式神度，爸妈帮不上你，这钱你自己留着。家里苦点没事，你别为了我们耽误正事。爸妈，相信我，我能挣更多，也会变得更强。我们陆家要迎来好日子了。这钱真能安心用吗？能，但我不能全说。对我灵，那也得省着用。神木的花销不便宜吧？所以我更要挣更多钱，也要变得更强。有信心是好事儿，别飘，路要一步一步走。我知道。那这钱妈先给你存着，你要用随时跟妈说。哥，你也吃。好。君才大人说过，这波财运只能维持2天。明天必须挣一波大的。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连香都点不起。第一，氪金祭拜，越往后越难升，纯砸钱就是无底洞。第二，帮神仙打名气。可冷门神仙不灵的印象早扎进人心了。第三，神任务最快也最难。5到20，穷人想上桌，连椅子都得自己买。原来规矩这么多。既然请神咒有效，那我最擅长的摘玉科石也未必不能用。有人祈福，
有人诉求，神仙替人消灾抑恶，结善果。功德成圣的神仙，最缺的不是香火热闹，是功德。罗天大大那种顶级法师，我现在做不了，但小法师我会。明天先挣第一桶金，等还愿的时候，就找君财神试试。哪个神仙不爱功德，就像哪个凡人不爱钱。该死的陆晨，排了2000块香火就换个空气，早知道去拜正财神了。就一个人涨到1%，还不如不涨，指不定走了什么狗屎运。冷门财神要这噬神度有什么用？闭嘴！他拜得成，我凭什么拜不成？浩哥，也许陆晨真有什么门道。他一个吊车尾能有什么门道？不过是走了狗屎运。下周一是神度大比，我爹已经花了大价钱给我求到一个天官赐福的名额。天官赐福，那不是能一品领者？等我正式入一品，捏死陆晨就跟捏死蚂蚁一样。姓陆的，你给我等着，新仇旧恨下周一起算。偏财运就该走偏财路。老板，先来2张刮刮乐。来啦！陆晨，郑佳佳，你怎么在这儿？这话该我问你吧？这是我家的店。老同学，照顾一下生意。你一大早来买彩票？对，给我来2张。要哪种？奖金最高那种。小伙子口气不小。最高奖金10万，21张。才10万？10万还嫌少？老同学，你现在说话这么豪横。先试试。行，你要真中，这2张钱我退你，算我请的。别，中奖这事儿钱得我自己出。凑3个发10万，2个发5万，1个发看下面多少钱。简单。怎么样？有字吗？要是张有，彩票站早关门了。还有最后一个。咦，这个笔画像什么？有点像，真像！我操，真是发中了，中了！1000块！20块1000，小伙子运气可以啊！才1000。1000还不够啊！你真把自己当财神爷亲儿子了？再来，看看还能不能中！已经中1张，还想中？老同学，你要真能点双炮，我让我爸给你拉横幅。这可是你说的，那就试试。我操，又中了！第一个就是发，小兄弟，你这手开过光吗？这么神？嘘，先看完。又一个，2个发，5万到手了！陆晨，你真点双炮了！再来一个，3个发就是10万，发来！发来！哎呀，差一点儿，5万也够你签了，这可是2等奖。1000加5万，5万1了。帅哥，你是不是被财神赐福了？哪个庙，哪个财神？说一声，我现在就去。我再买2张。要是真开出3个发，我就告诉你。这家快给你老同学拿。陆晨，你到底拜的哪路神仙？那就一鼓作气。又2个发，保底又5万了。都别出声。最后一个了。争气啊，一定争气啊！是生是死，就看这把。中了！3个发头奖10万！我家店第一次出头奖。兄弟，现在能说了吧？到底哪家财神这么猛？最后一张刮完，我一定说。我
你妈！又是10万，4张全中，2张头奖，1张二等奖，这是什么逆天财运？陆晨，你真把财神爷请店里来了？还行，没白来。兄弟，求求了，哪家神仙？我亲。别上头，求财也得有命花。我拜的是君财神。君财神谁呀？财神不是赵公明和关圣帝君吗？后周世宗柴荣，民间也称君财神，冷门，但不是没有。冷门神仙啊？那我还是算了，香火钱一样，冷门的不一定轮得到我。信不信随你的。老同学，再给我1张。这次没中，财运耗尽了。100块换26万，够了。旱涝保熟，我有那么多冷草可以烧，凭什么给人打工？打工不可能。文昌帝君，文运，君财神，财运。可真进任务大厅，不能靠文章挡道，也不能靠钱砸妖魔，战力必须补。像我们这种底层，不赌命怎么成功？他赌武道，我赌神。赐福不还愿，轻则影响下次赐福，重则折损尸神度。先还君财神的愿，再试试前世那套法子，在这里灵不灵？是不是昨天那个学生啊？这是神秘检测呀，又来了，还背这么大包，真是5%，这能请高级香了。同学，请什么香1株黑香。够哪位？君财神柴维，谢谢。2万。1炷香2万，黑香本来就不是给普通人请的。烧烤，这么年轻就能买黑香，小伙子挺屌啊！是均5%，这冷门神也能烧起来。该还的愿，1分不能少。领导，昨天那个小子又来了。这么快回来了？像是来还愿的，还请了黑香。刚得点偏财就该烧黑香，盯着，别惊动他。晚辈陆晨，恭请君财大人。又是这后生，后生，晚辈恭迎君财大人。才半日，本君赐你的财运便被你挥霍一空，报复感觉如何？大人略微出手，便已是这个段位赐福的极限。晚辈佩服的五体投地。昨日还恭恭敬敬，今日倒学会油嘴滑舌了。不过，本君仍要提醒你一句：偏财来了容易，去也容易，切莫钻进钱眼里，无法自拔。大人教诲，晚辈铭记，今后必行正道，不被偏财迷心。如此甚好。你若有心，日后隔3差5来此庙供奉1株香火，心诚所至，财运自来。君财大人之恩，晚辈谨记。大人，请稍等。还有何事？晚辈有一物，欲献给大人。献于本君？何物？一些金银细材。后生，本君只识香火，尔等凡间之物，本君无福享受。此金银细软，非比金银细软。什么意思？让晚辈一试，若成，便算晚辈一份心意。说话便说话，怎能突然烧纸？4、5个小时就赌这一包，烧纸也能算供奉？本君当了这么多年神仙，竟也有看不懂的一日。这是香火？不对，这是天金。区区凡人怎会供奉仙神之物？本君1月奉金不过700、800斤，到底我是财神还是他是财神？仙衣，此金银细软，非比金银细软。不对，庶子大胆，竟敢行贿本君！本君生前力主贪腐，死后成神，更不受铜臭玷污，纵使神格丢落，本君也不吃这嗟来之账。今日便教这后生记住，神明不是银钱能买的。这是功德。竟真是功德！一包黄纸，竟点万人香火。这小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天金、仙衣、功德，这不是普通供奉，这是秘术。怎么还没动静？
神像金光还在，君才大人没走。君才大人，晚辈的孝敬，您老可收到。君才大人，本君在。成了，大人收到便好。晚辈。你祖上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何有如此多的神奇秘术？东西收到了，可他起疑了。回大人，晚辈祖上到底何等拜景，晚辈真不知。不知？但晚辈以为，若祖上真无半点本事，我陆氏一族恐怕早湮灭在时间长河里了。继续。这些手段都是晚辈从祖宗秘籍里学来的，只是那秘卷古怪，晚辈才看了几页，他便自行焚毁，剩下的知识像醍醐灌顶，全刻进了晚辈脑海。秘卷焚毁，晚辈也不知，这是否也是祖上留下的一门秘术？倒也能自圆其说。不瞒大人，晚辈供奉大人，一来确有取巧之心，二来也是想试试祖上传下来的秘术到底灵不灵，三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若没有大人赐福，晚辈如今还饿着肚子。这眼泪是真是假，本君还看不出来，但这份功德是真的。也罢，看来小友也是身怀积怨之人。小友，从后生变小友了？你祖上绝不一般，沦落至此，想必定是遭了大劫。对，君才大人明鉴。既如此，念你孝心，那本君便不推辞了。若对大人有帮助，晚辈责无旁贷。对了，大人，何事？晚辈见那秘术中还记载一种方法，若施展出来，可抵10万香火。10万香火！这位，收敛点儿，好歹也是神仙，岂能经不起凡人诱惑？可这是10万香火！大人，小友啊，功德之事稍后再谈。本君忽然萌生一个建议，不知小友可愿赏光？大人言重了，请说。我与小友一见如故，甚是欢喜。不如你我二人结拜为兄弟。晚辈自然愿意。等等，结拜为兄弟？对。有了此宝，今后贤弟做任何生意，免额外加3成。3成，7成胜算，就能100%成。还有一桩妙处，若听见铜钱落地声，便是100%必成已经出发。我操，这东西也太狠了吧！贤弟无需客气，今日你我已结义金兰，为兄送你理所应当。大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神仙不能与凡人相爱，却从没说过不能做朋友。何况你我若有朝一日弑神度至100%，那便是过命交情。多谢大哥赐宝。别急，为兄再赐你一门神通。此神通名为剑宝通目。凡物有价，神银无价。这神通有边界，也够用了。多谢大哥，小弟记下了。贤弟送为兄的东西，为兄也记着。只可惜，以为兄如今法力已不如当初，否则为兄给你的不止这些。大哥放心，小弟必为大哥贡献功德。不过什么？祖上秘术玄妙，但门槛极高。若法力不足，只能以自身精血为媒介，勉强供奉。精血？血咒？不是血咒，小弟只是实力不济，才退而求其次。大哥方才看见黄纸包上的红色经文了吧？那不全是朱砂？若真是邪术，就小弟这身板，能成几次？下次切莫如此。小弟明白，什么精血都是扯的。法事和贡品是我手里最硬的牌，人和神也得留一手。可惜小弟实力卑微，否则别说今日这些，小弟定给大哥再供10万香火。贤弟莫急，来日方长。贤弟，
那秘术究竟要怎样的实力才能施展？小弟暂时不敢断言，但怎么着也得3品灵者。噬神度越高，赐福越强，供奉残留的神力也能慢慢化成法力。3品灵者，为兄是财神，对你实力提升本就不如武道神行之阶，更何况这里是人家的神庙，别人的地盘，为兄能留给你的神力也被压着。要不这样，你去打听打听，把为兄请回贤弟家中，到底是个什么价钱？贤弟，若把为兄请回你家供奉，为兄每次留给你的神力至少能多2成，5次供奉就等于比在神庙多得1次，而且无论何时，贤弟唤我，为兄必到。多留神力，随唤随到，还能避开神庙的人多眼杂。财神大哥，这是自己把路递到我脚下了。大哥高见，小弟也是这么想的。大哥不该蜗居在这衰败后院。眼下小弟还没能力开衙建庙，但日后我羽翼丰满，必给大哥建一座金碧辉煌的殿宇，以正财神之名。替为兄开衙建庙，当真？贤弟，为兄香火潦倒多年，本都打算认命了。是你让为兄重燃信心，为兄也必全力以赴，保你财路亨通，不为钱财所困。兄长放心，必不敢忘。贤弟，兄长。不过贤弟，你若想尽快晋升3品灵者，请兄长指点。光靠为兄还不够，最好再供奉一位武道神行。武道神行更易积累法力，也更舍得赐神通。你先去挑，若为兄认识，也可替你美言几句，助你一臂之力。朝中有人，果然好办事。兄长天恩，小弟谨记。跟为兄还客气什么？时间不早了，今日先到这儿，为兄等你消息。恭送兄长。今日这波赢麻了，这里人多眼杂，做法事太扎眼，请回家先问价格，贵也没关系，多留2成神力，迟早赚回来。剑宝通墓，开！负2万，负10万，负100万，唯一一个挣的才2000。这不是全民神行世界，这是全民负债世界吧？啊！大哥，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兄弟，你被赐福了吧？你怎么知道？你全身都在咔咔冒金光，瞎子都看到了。妈妈快看，这个叔叔会发光。是哥哥，这得是多大的赐福？兄弟，你拜的哪位神仙？君财神。君财神？哪个财神？低调。算了，今天这动静低调不了一点。既然要找武道神行，为什么不试试雷祖？雷法专克邪祟，以后真进妖魔副本，一道天雷不够，那就2道。你好，帮我请20柱雷祖的香。不是你又成功了？侥幸。你这侥幸概率也太大了吧？你看看你自己，晚上往那儿一站都不用开灯。你赶紧去测噬神度，太吓人了。行，香给我，我去测。满身金光啊，这得涨多少？他刚才说的是君财神，冷门财神能赐这么大的福？你好，帮我测下噬神度，不知道这次会到多少？这金光起码20%吧？20？上次有人这样测出来34%。赵主管，那人是谁？我们神庙负责人。他盯着我干什么？赵氏神庙最出名的是赵财神，君财神今天要是火了，砸的是他们招牌。开始检测。到底多少？43%，昨天5%，今天43%，这还讲不讲道理？听没听过重要吗？43%，冷门神也能封神。43%，这要传出去，整个神庙都得炸。我以为最多30多。兄长，你是真拿我当自己人？放心，答应你的，我不食言。你是不是有什么窍门？别藏啊！我成了分你一半面。缺朋友吗？缺跑腿的吗？缺女朋友吗？我可不想当网红。禁止拍照摄影，已经拍了的，请现在删除。我就拍个检测结果，怎么了？规定在这儿，拒不配合，赵氏神庙有权限制入内。江东市所有神庙
同归。帮我压热度。小兄弟，恭喜啊，43%！赵氏神庙多少年没见过这样的年轻人了。大家别急，既然是在我们赵氏神庙测出的好成绩，当然要让这位同学讲两句。讲两句，小子，别挣扎，配合一点。兄弟，说说，别藏私。传音术，你今天站在这儿，说什么都得想清楚。三品灵者当众用枪，还要我给你唱戏？小兄弟，我采访你两句，可以吗？请问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很激动。那肯定激动，43%的弑神度，换谁不激动？小兄弟，我再问你一句，咱们赵氏神庙灵不灵？听见没？他亲口说今天43%，这不是神迹是什么？各位，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位小伙子昨天第一次来我们赵氏神庙，只用1炷香，君臣弑神度就到了5%，1炷香就5%，而今天如大家所见143%，这是不是奇迹？火烧起来了。各位都可以试，但在试之前，我必须先说明一件事：小兄弟昨天来过以后，你的情况就引起了我们赵氏神庙高度重视。我们专家团连夜讨论，今天的表现也彻底验证了我们的判断：你跟君财神之间必定存在溯源。溯源？那不就是只有他行？溯源者前世有因，今生得神袭锤炼，不是方法，不是人人都能复制。小兄弟，你觉得呢？我说我弑神度怎么长这么快？搞半天，刚才叫神迹，现在显冷了，这种香火不要赢吧？小兄弟配合的不错。来，小兄弟，合个影，感谢你选择我们赵氏神庙。3、2、1。小伙子，看你表现不错，提醒你一句，以后来赵氏神庙供奉其他神仙，我们欢迎。再来一个。但君财神不行。陆先生，笑一下。君财神也是你们神庙供奉的神仙，他香火旺，你们神庙没损失。你漏了一点，我们姓什么，所以没得谈。你可以这么理解。冷门就是冷门，靠缘分的事儿轮不到咱们。如果我执意来供奉他，你觉得我不想让你供奉，你供奉得了吗？朝廷有明文规定，除非劣迹相克，神庙不能阻止香客上供。赵主管，赵氏神庙想知法犯法吗？别扣帽子，赵氏集团合法经营，从不干违法乱纪的事。我没阻止你来赵氏神庙，但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供奉不到君财神。什么意思？神庙有权自行处理神位，我们可以引进新的神器，也可以撤下一批香火不达标的神器，比如君财神。你敢撤他？为什么不敢？不妨告诉你，整个江都市部，整个江省，供奉君财神这种冷门神仙的，只有我们赵氏神庙一家。若我们把它撤了，你再有溯源，再有43%弑神度，你去哪儿供奉？树大招风，小兄弟，听劝，换个神仙拜，你还能在赵氏神庙走得很顺。赵主管，既然你们守法，我现在申请请神，按法定价格，君财神这冷门神席最高96万，你们必须同意。你拿得出吗？7天筹款，逾时定金不退。我请。好有志气，去大厅登记交钱，20万定金，剩余的到时候交不了，我让你君财神的神位撤下来。郝大哥承不起我，偏财来得快，去得也快。刚跨入小康，转眼又要闹饥荒。孙总，您老终于到了，寿星殿都清场等着呢。赵主管有心了，事成以后必有重谢。谭大师，接下来全拜托你了。曾守仙人谭坤跟寿星弑神度高达47%，江省前3。孙家老太爷突然晕倒，寿元将近，疯了一样找天寿灵者。天价报酬。紫色高香，一炷起码20万起步，真好。我赌3次，
谭大师弑神度47%，前3次热身必成。也太小看增寿仙人了，依我看2次就够了。两位大哥，麻烦问一下，谭大师给人求一次符出多少钱？这不是刚才43%素颜的帅哥吗？怎么你也想干赏金零食？确有此意，还请两位大哥解惑。上次谭大师收了700万，帮人求了1年寿命。700万，而且他立过规矩，一个人顶多求2次，再多就违天道了。大师，怎么样了？孙家主莫急，且容谭某热热身，时间尚早。青苍，一定要成啊！第几次了？刚才数到15了。不该啊，47%弑神度，就算不成，沟通兽性总该有法力波动吧？谭大师，到底怎么样了？孙家主，恐怕今日这任务，谭某爱莫能助。大师，但是你不能放弃啊！你是我们能找到最厉害的灵石，你要是放弃，只要你能成，孙家愿在原先基础上再加2000万。我去，2000万！孙家果然豪横。罢了，看在孙家主份上，谭某再试一次。怎么会这样？整整18次，连法力波动都没有。18次，一点反应都没有。谭大师，整个江省只有你能救我家老爷子。大师，求你最后再试一次。好吧，谭某再试这最后一次。看秦风林业前有松丁大臣，孙信图贤妻案。爸，快看！成了，连续上了！终于成了！2000万果然有效果。还是低估了47%弑神度威力。寿君保佑！如此强悍的法力波动，此事必成。不对，这法力波动怎么在逆转？奇风反噬！怎么可能？完了，孙家老爷子彻底完了！大师，别过来，我不接了，这任务我不接了，你另请高明。爸，振作一点！快扶孙总坐下。爹，是儿子没用，是儿子没用啊！帅哥，你往哪儿跑？马姑婶，没有。延圣赐命也没有。该死，赵氏神庙根本没供奉这2位冷门兽神。阎罗王、生死簿、屏障大圣、花果山猴子猴孙授予天齐。对啊，阎王才是正管生死的神，整个冥府全是超级冷灶。爹，儿子尽力了。孙总，别灰心，老爷子还没到那一步，实在不行就找那2位试试。赵主管费心了。有柔，走吧。请留步，孙家主。如果我有办法替你父亲祈福天寿，你可愿意让我一试？这不是刚才那个43%溯源的小子吗？一个拜财神的天什么寿？你说什么？你也能祈福献寿？胡说八道！臭小子，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轮得到你在这里撒野？孙总，您千万别信他的鬼话。这人只供奉过2位神行，文昌帝君，还有一个冷门道你可能听都没听过的君财神，他哪里懂什么天寿？赵主管说的对。臭小子，你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消遣我们孙家，几条命活腻歪了！没有麻姑，没有严氏四命，只有阎罗殿。世人怕阎王嫌晦气，但若论天寿，寿星来了都得往后站。那是谁？阴曹地府、阎罗殿、阎王。五品灵者，光是气势就让人喘不过气。孙家主，谭大师已走，市面上你请不到比他更好的赏金灵者。
不如让我一试。臭小子没完没了！来人！1分钟，说出你的想法。孙总，闭嘴！我要拜阎王。阎王天寿，活久见！这他妈绝对是来砸场子的！臭小子，你这是嫌孙老爷子死得不够快吗？赵主管，不如告诉大家，我昨天弑神度多少？5%。那今天呢？43。遗嘱相对5%，飙到43%，是人吗？怎样？这个理由够不够？敢问先生，尊姓大名？孙家主客气，我叫陆晨，先生二字断不敢当。那便称呼陆小友。想我孙清仓40年见过无数行脚，如小友这般10年难得一见，今日又开眼了。孙家主，时间不早，供奉阴司不比天神，人气越少越好。赵主管，劳烦请记住阎罗王的香。3柱，3柱就够了。成败3柱之内。是，老子3品灵者，要给一个未入品的小子请香。姐，真要去那地方？刚才那气势呢？跟上。陆小友，自古世人谈冥府色变，连正派修士都敬而远之，怕沾染阴司邪气，你就不怕？孙家主，神庙供奉阴府是为凑天地人3数吧？只是阴府最简单，偏房挂块匾，随意放几块牌位就行，不像天神塑金身建宫殿，麻烦又烧钱。所以冥府自己把姿态放这么低，老百姓自然觉得不值钱。天上高冷的反倒趋之若鹜，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神仙也不例外。世人只道拜阎王晦气，却没想过冥府是唯一不求香火也办实事。菜刀在厨房是好帮手，在人手是杀人凶手。刀没错，错的是用他的人。阴府正神和谐之友。好见度！妈呀，里边好像有鬼火！没用的东西，哪来的鬼火？3界之一，落魄之子。孙家主，签合同吧。小友若成功，3000万双手奉上。3000万，冷灶烧对了，真能越阶层。等下，你要是不成呢？孙少爷，我说了，我只是试试。你要非让我拿筹码当代价，这任务我不接了。插什么嘴？一边去！触发被动了，这合同100%成。陆小友有劳了。各位请移步屋外。阎罗行咒，1神1号，直通阎罗殿。大王，今日诸多事务已审判完毕，请过目。退下！这是人间香火，大王让属下前去捉拿。此妖能将香火直接送到本君眼前，有点本事。且让本君亲自瞧瞧，这凡间的香火滋味倒真不错啊！什么情况？哪来的阴风？父亲！这异象！孙家主莫慌，我没事，等我消息。小子，胆子不小啊！不怕本君勾你魂魄，油锅里烹，刀山里剐。阎君在上，弟子年幼，还下不了地府。至于怕，大王贵为3界正神，弟子何惧之有？
狡猾的小子，不过倒是第一个见到本君不发抖的凡人。说吧，召唤本君，意欲何为？回大王，弟子有份不小的功德，想献于大王。功德？献于本君？小子，你给本君从实招来，你莫不是其他阎王给本君派的细作吧？好家伙，这位阎王爷不光脾气暴，生性还多疑，这冥府职场这么卷呢？大王冤枉，弟子只供奉过您一位阴司正神，怎么就成了其他阎王的细作？若非其他阎君相告，你为何知晓通灵本君的秘术？弟子发誓，弟子所学秘术皆为私传，绝非其他阎君告诸。若是撒谎，天诛地灭。好，本君姑且信你一回。不对，说起来，你比那些邪精更加心怀不轨，竟敢让本君违反天规，篡改生死簿，你简直无法无天！不妙，这届阎王到底是谁？怎么这么难搞？不对啊，这老阎王寒酸成这样，连个神像都混不上，确实过分。孺子可教，还算有点。但是，我可以拿阎君想要的东西换。哦，你知道本君想要什么？说来听听。大王，若是我教人给您老盖一座气派的阎罗殿，再给您好好塑一个金身，好被凡间供奉，不知大王能否高抬贵手，答应弟子这点微不足道的请求？给本君塑金身。我家虽然没有神庙，但孙家有。孙家乃本地4大神庙之一，实力极其雄厚。若大王同意，他们定然心悦诚服，为大王立庙塑金身。也罢，念你心善，这求寿之事，本君也不是不可以网开一面。多谢大王。弟子看书上常说，地府10大阎王为大王最为赏善罚恶，悲天悯人。今日一见，果然名副其实。成了，通财元宝，你终于给力了。小子少拍马屁，本君且问你，以后每日本君能食万柱香火否？多少？万柱香火？怎么1万柱你拿不出？大王，您可是阎王啊，哪个正常好人天天拜您？那你说多少？速速报来！区1万柱算什么？大王若是去了抖音精选，不仅能收获万千香火，那里的供奉保准让您心满意足，更有海量画质精绝、特效炸裂的精品漫剧等着大王。真正的好戏都在那里。怎么1万柱你拿不出？大王，您可是阎王啊，哪个正常好人天天拜您？那你说多少？速速报来！1000、100，你莫不是说10柱？阎君大才，不过不是每天10柱，是保底10柱，上不封顶。10柱，你为鬼呢？那本君要这金身殿宇有何用？你速速报上名来，本君很想见见你家祖宗18代现在何处。他们要崩！等等，还有这么多香火，肯定不是一个人有。这老阎王是为冥府开疆拓土，要开辟一间香火市场。阎君息怒，弟子有个不情之请。说。弟子短时间无法招揽万千香客，但弟子愿将大王请回家中，每日亲自供，届时推己及人，让更多人了解阎君。1传10，10传100，定然指日可待。你当真要把本君请回家中？当真无比啊，大王！你就不嫌本君晦气？怎么会呢？弟子对大王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若大王不弃，弟子愿拜大王为义父。你这狡猾的小子，不光盯上本君的生死簿，连本君你也要盯上。大王明鉴，弟子可全是肺腑之言。此事以后再议。你若真想当本君义子，就做出成绩让本君看看，不要直逞口舌之快。念你如此孝心罢了，速将那人姓名报上来，待本君先查上一查。这意思是答应了。孙家主，陆小友，你没事吗？没事。对了，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孙德昌，功德的德，昌盛的昌。好嘞，再等会儿。老爷，爸有救了！我就说陆小友一定成，一定成。以后对陆先生尊重些。知道了吧？又成了生死簿。这玩意儿我是真稀罕，以后得想法子把全家名字划了。孙德昌，果然阳寿将尽，还剩不到6个小时，还请大王赐福。不急。你不是说要把本君请回去吗？等你请回去再说。大王，你不自首我没法交代啊，没交代就拿不到赏金，没赏金怎么请您回家？请神很贵的。那好，本君便先赐他7天寿命，让你有个交代。
7天太少了吧？就跟本君讨价还价，天底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你1毛不拔便想让本君赐几年阳寿，可能吗？哼！放心，本君绝不食言，只要你诚心为本君办事，第一，立庙肃金必不可少；第二，但凡你为本君招揽一个香火，便赏他3天寿命；招揽1000个香客，便一口气赐他5年阳寿，如何？不对啊，大王，一个3天，1000个就是3000天，算下来7、8年啊，怎么才5年？庶子大胆！天地尚且有定数结束，本君允许他多活几年，已是法外天恩，你还想得寸进长？好，大王，弟子知道了，就按您说的办。很好。先把本君请回家，届时另有安排。陆小友，成功了吗？求了几年寿？赵主管，麻烦一步。陆小友，现在可以讲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先说好消息吧。好消息就是，老爷子暂时不用死了。那坏消息呢？老爷子眼下只能再活7天。才7天，7天够干嘛的？我就说他不靠谱。给陆先生道歉。对不起，陆先生。陆小友，7天治灸太少，能不能再跟阎王大人通融通融？放心，钱不是问题。尼玛，这身价，不宰他一刀，贫道都对不起自己。孙家主，我话还没说完。虽然阎王他老人家目前只愿意天寿7天。但我已经与他达成交易，想让老爷子再活几年，未必是件难事。交易？陆小友，请讲。第一，立庙肃金；第二，把阎王请回家供奉。陆先生，翻阅古籍，几千年来你也是第一个把阎王请回家的人。陆小友，你不怕晦气吗？唉，为了老爷子，我也是实在没办法。这次为了你们孙家，我也算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了。小友如此仗义，实在令孙某感佩莫名。放心，我孙某不是过河拆桥之辈，小友慷慨大义，孙某定有厚礼相赠。高端客户就是高端客户，今天这嘴皮子磨得直了。第三，1000香客换5年寿命。 1000香客，若是天上神仙倒也容易，可冥府简直难如登天。我们孙家集团虽有2000员工，但供奉全凭自愿，强制无用。说得对，要不见庙肃金，你们争取几个是几个，至少先保证老爷子短时间阳寿。大头我来扛。小友，感激之言，孙墨不再多说。以后在江都市遇到的麻烦，尽管来找我们孙家。孙家主客气，还叫孙家主，以后叫孙叔就行。我也叫你小陈。那侄儿恭敬不如从命了。好，好，好。有容，回头把钱打给小陈。 另外，咱们在云顶山庄那套别墅过户到小陈名下。不是，孙叔，这太贵重了。别跟孙叔客气，区一套房子算得了什么？我本来只打算宰几百万，人家直接给几千万。有钱人的快乐，穷人果然想象不到。那赏金先给500万，毕竟才求了7天，3000万我也不好意思全拿。等我拉够100香客，保证老爷子1年寿命，再付尾款。好。 若真拉足1000香客，让老爷子多活5年，孙叔必定另有重谢。原以为山穷水复疑无路，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春。来，我扫你一下。我家幼荣可从来没主动加过人，你是第一个。爸，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回去了。好，孙叔再见。 臭小子，还真是财运亨通啊！活人、死人、阎王、祭祀仙人。等一下，这世界的人根本没有祭祀仙人的说法，顶多摆几张照片纪念。如果我效仿前世，把活人跟仙人联系起来，冥府就能打入凡间市场。谁家还没有仙人？妥妥是刚需。到时候根本不用我推销，这消息绝对比旧因撕裂的还快。病毒式传播，我还可以做冥币生意，虚垄断，让我的冥币成为冥府在人间唯一指定货币。一边苦苦挣钱，一边苦苦赚功德，说不定阎王爷以后还得认我当义父。亲爱的乡亲们，我给你们带福利来了，这份荣光我陆晨不会独享。爸妈，我回来了。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打你好几个电话都不接。刚才有点事儿，妈没听到。 以后到了点儿必须给家发消息，别让爸妈挂念。听到了，妈，我饿了。哥，婉婉，今天有没有乖乖吃饭？吃了，婉婉吃了好几块肉，肉真好吃，以后每天都想吃肉。放心，哥答应过你，以后每天都有肉吃。你爸遛弯去了，你这包里什么东西鼓鼓囊囊的？妈，你先坐下，把手机给我。滴，您的付宝到账100万元。小陈。 你哪来这么多钱？妈，你听我说。而
儿子供奉冥府阴神会沾染邪气。妈，阎王爷是天庭册封的正神，哪来什么邪气？纯粹是那些人自己害怕产生心魔，还怪到阎王爷头上了。有没有邪气我还能不知道？世人眼光就是肤浅，难道就因为长得丑、浑身冒黑漆、经常不洗澡，就认为是邪祟？娃儿，你着相了。好吧，妈相信你，我儿子是最棒的。妈，我把君财神请回家了。把财神请回家可是好事啊，我儿子太能干了。妈，我还请了一个。臭小子，你怎么把他请回家了？实在没办法，这是我跟阎王谈妥的条件，要不然人家也不答应赐寿啊。可是，万一被邻居知道……没事儿，大不了搬出去。孙家还送了我一套别墅，云顶山庄，离这儿不远。送你别墅？妈，我告诉你，你儿子找到了一个供奉神形的秘诀。什么秘诀？烧冷灶。好吧，看来你遇到你的机缘了，儿子。我想也是。既然这样，这事儿不能往外说，你爸都别说，他有时是碎嘴子。行，听你的妈。供在家里可以，但最好供到别墅去，毕竟咱们家偶尔有人串门，君财神没事儿，阎王容易引起误会和麻烦。我也是把那边的工作交给你来做。放心吧，我都答应了，你爸能有啥意见？我能不能当上冥府在人间的话事人，就看干爹支不支持了。小子，动作还挺快，这就是你家？大王，能不能先商量个事儿？何事？你这登场方式能不能收敛点？虽然我不怕，但我家里还有爸妈和一个7、8岁的小妹妹，我怕他们遭不住啊。哦，有道理，倒是本君唐突了，莫要见怪，毕竟本君也是第一次被人请回家，这样如何？好多了。对嘛，说话就行，非得爆照干什么？事情办得怎样了？跟孙家已谈妥，立庙肃金即刻行动。不错，那你呢？想好该如何为本君效力了吗？大王，弟子想先给您讲个故事。故事有意思。曾经有个地方叫非洲，土著都光脚。2个卖鞋的销售来到这儿，一个绝望打电话说没市场，另一个激动打电话说市场无比广阔。这么说，你想当这个激动的销售？不错，看来你已有计划。有，快说来听听。大王，天庭神仙在凡间大鱼大肉，为何冥府连汤都喝不上？因为这好事儿全让天庭干了，大脏事全让地府承担，世人皆为地府，自然不会供奉。哼，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可大王是否想过，有时候好事也是坏事，坏事反而是好事。换个角度看，便海阔天空。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张三他妈死了。不好意思举错例了。比如说张三因为工作忙，没见过老母亲最后一面，这是不是人间惨事？那只能怪他自己没赶上。我地府总不能等他到了再拘魂吧？大王，你细想，如果这时张三求你开恩，让他老娘隔着阴阳见上一面，你垂怜他孝心许了愿，从此以后张三是不是隔3差5就拜祭你？你是不是多了一个忠实香客？羁押亡魂的活只有地府能干，利用这一点在先人和其子孙后代上做文章。地府阴差那么多，无非找个阴差把亡魂押解上来罢了，根本没多大损失。况且还是功德一件，1传10，10传100，100传1000。届时别说10殿阎罗不敢跟你叫板，就是5方鬼帝来了，照样跪下唱支付。小子，你这主意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这有何难？无非大王不知道凡间百姓的痛点，光顾着照猫画虎学天庭，你们早该因地制宜，发展优势，寻找突破口，另辟蹊径。好小子，看来本君没看错你。有了这个方案，至少4、5成人间香火未必没有机会。大王，你又错了。又错了？不是4、5成，是10成。10成？凭什么凡人只拜先人，不祭先辈？谁家还没有先祖？真要说拜，先祖优先级还高于先神，但对凡人来说，这不是单选题，完全是双选题，我全都要。好小子，你若真能实施，本君说不定还真要收你为义子。大王，若弟子再告诉你，还有其他办法，能让冥府收到的香火至少再多这个数呢？再多2成？不，是2倍。2倍，休要信口开河。大王稍等。小子，你为何能够直接向本君供奉阴司货币？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祖传秘法，大王忘了吗？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压根儿不担心老阎王去查我祖宗18代。在绝对利益面前，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一张大银下去，说不定快赶上老阎王小半个月工资了。小子，看来你的确不同相遇，想必是因果注定，难怪你有恃无恐。这波赌赢了。本君记得之前在神庙时你说过，另有功德要送给本君，难道你早就有计谋了？讲实话，那会儿说的功德只是做法事而已。不过他说是就是吧，正好无形装一波。臭小子，年纪轻轻有这份心机和城府，倒也让本君开了眼。宏伟蓝图已经画完，接下来是不是该提你的条件了？大王，弟子也不藏着掖着，弟子有心把冥府这口冷道烧成热道，为冥府大计出精出力。说，我只有一个条件，日后冥府在人间香火的一切事务都得我说了算。你说啥？你说了算。大王您可千万别误会，弟子没想插手地府正常办事儿，要求其实很简单，日后弟子发行的冥币必须被冥府指定为阳间通往阴间的唯一有效货币。就这个？对，除了弟子，大王还见过有这本事的第二个人吗？弟子只是以防万一罢了。好，本君允了你。若你真有本事推行此策，这点好处让与你也无妨。不过这权利给你了，总得表示表示吧。那大王，您是不是得给我个官当的？再配点人手物资，弟子也不多要，您随便拨10万阴兵就行。多少？10万阴兵？你要去打天庭啊？那1万也行。想屁吃！1000总行。滚！本君最多给你配一对牛头马面，再加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加黑白无常，地府黄金搭档，管阳间路又管阴间道，而且这4位至少3品往上，4个至少3品级别的保镖，赵志豪你完了！下次不把你打出屎来，我路子倒着写。行吧，有总比没有强。那官职呢？封你个日游神怎么样？不行不行，游神跟无常平级，弟子怎么指挥他们？没那个底气，不好办事啊！大王，庶子，你一个凡人连品级都没有，封你游神还不知疚？大王话不能这么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弟子跟手下平节束手束脚，真不方便开展工作。那封你当杨判官？判官还是不行，这又为何？判官本就能指挥阴差。大王，弟子是替您开疆拓土的先锋大将，您给个文职，这跟弟子的身份不搭呀。那就派你去城隍教挂个副城隍虚职，这可是黑白无常的领导。庶子大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到底想做甚？大王您想啊，弟子干的是面向整个阳间的买卖，副城隍再大也只是管一座城，那是把弟子的手脚绑死在地方上，这怎么替大王开疆拓域？那你说想要什么官职？难不成这本君的位子让给你做？不如您封弟子一个大将军，正好配急先锋的身份。哦，你个滑头小子，果然满肚子心眼。罢了，不给足甜头，你怕是不肯罢休。本君成全你，便封你为阴司威武正德将军，赐本道王令，可统领地府，调遣阴差，再赐一身法力，另增3年阳寿。1品巅峰，普通老师也才2品，这是潍坊班里是第2，没人敢当第1。多谢大王。记住，令里还有几门神通，不过以你现在的法力，只能学1门阴司神雷，自己琢磨去。大王慷慨，弟子感激不尽，对大王之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少拍马屁，本君也告诫你，3个月凑不够3000香火，休怪本君与你清算，好自为之。这就走了？我还打算杀价呢，3000就3000。老阎王啊老阎王，你怕是对病毒式传播的威力一无所知。